萨拉跟着小静走到一栋老房子前，走进一个小门，视线一下昏暗了下来。穿过狭窄的过道，楼道两旁摆放着做饭的厨具和装杂物的箱子。这里住着另外2户人家，其中一家的男主人正在做晚饭，锅里咕嘟咕嘟地冒着泡，带着肉香的蒸汽迎面扑来，使得萨拉和小静的饥饿感更强烈了。看到小静回来了，正在做饭的邻居礼貌地退到自家门口，说了声回来啦。小静带着微笑回答，回来了，新年好。这一声新年好，让这个大年夜终于有了一丝过年的气氛。过道十分拥挤，最多只能通过1个人。萨拉提着手提包，要侧过身子才能通过。小静带着萨拉左拐右拐，在昏暗中走上几节木质的楼梯，老化的阶梯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。小静从包里拿出钥匙，打开了门。小静的家不大，仅有的几件家具把房间填得满满的，但布置得温馨而惬意。窗台上的花草旺盛地长着，嫩黄色的沙发上横七竖八地放着几个毛绒玩偶，小小的白色茶几上放着没吃完的零食和巧克力。门口的柜子上放着小静和家人的全家福，大人孩子一排排地站在镜头前，每个人都带着微笑。小静接过萨拉脱下的大衣，挂在门后，拿出一双拖鞋递给萨拉，穿上吧，地板凉。萨拉凑近照片，看到小静的全家福时，不禁发出感叹：你们家好幸福啊，这么大的一个家庭，聚会时肯定很热闹吧？小静微微一笑回应道：热闹是热闹，但有时候也挺烦的，人多，每个人都想管我。我拍照那天刚跟我爸吵了一架。说着，他指了指照片中的自己。确实，照片上的小静神情有些不高兴。我跟他说想来上海找工作，他不同意。那天就为这事闹得很不开心。萨拉微笑着说：但你还是来了。小静很解气地回答道：对呀，我才不要听他们的。我从小就在宝鸡出生，宝鸡长大，连大学都是在离家最近的城市西安上的。毕业以后我就想一定要跑远一点，只可惜我父母不希望女孩离家太远。萨拉没有继续追问，而是走到沙发前，拿起一个毛绒玩偶，惊喜地说：这个好可爱啊，这个不就是动画片里的那个什么来着？小静补上：龙猫。对对对，这个是我最喜欢的动画片，这个龙猫真的太可爱了。小静说：你喜欢啊，送给你，我家多的是，都是抓娃游戏抓的。他的眼神中透露出一丝丝的得意。萨拉有些遗憾地说：我从来没玩过抓娃娃。小静好奇地问：法国没有这种游戏吗？萨拉摇摇头，也不完全是这个原因。我父母年龄太大了，所以我们通常会一起下棋、打牌，都是些老年社区的活动。我不太了解同年人都玩些什么。说到这里，萨拉的声音中透露出一丝的心酸，这让小静的心里涌起对萨拉的理解和同情。他立刻说：这还不容易吗？改天我带你去玩，我教你一抓一个准儿。萨拉兴奋地说：好啊。小静随手打开了电视，说：你随便坐，我去厨房给咱俩整点好吃的。电视上的春晚
刚刚开始。Sarah 在客厅缓缓地打量着，小小的书架上摆着《沉思录》《时间简史》《少有人走的路》1984。他随手拿起一本书，书里夹着一张纸条，落了出来。It takes courage to grow up and become who you really are. Sarah 把书放回到书架。虽然她不了解小静，但是她挺喜欢这个努力上进的姑娘。厨房里传来叮叮当当的声音。Sarah 走进厨房问：“要我帮忙吗？”“暂时不用，我一个人就可以。”小静在狭小的厨房里快速地移动着，一会儿从厨房的柜子里翻出半袋火锅调料，一会儿从冰箱里翻出冻水饺、水果，还有一些没吃完的蔬菜。小静戴上围裙，洗菜、切菜，动作娴熟。Sarah 说：“没想到你也看陈思录，我家也有一本。”“是吗？”小静抬起头。“我偶然在书店发现的。我最喜欢的那句就是我们的生活是我们的思想所创造的。” Sarah 居然异口同声地说出了后半句。小静开心地拍手叫道：“哇，你居然也记得这句！那你最喜欢的是哪一句呢？” Sarah 想了想，回答道：“我喜欢的这句是不要去问是什么样的人能够引导你，而要问你能成为什么样的人。”小静细细品味着，她感到自己对眼前的这个女孩似乎比以前更崇拜了。Sarah 站在小静身后，不知道能帮上什么忙。小静突然说：“麻烦你到我卧室，在床上面的柜子里有个电饭锅，你把电饭锅放到客厅的茶几上就行了。”“在哪儿啊？” Sarah 有些茫然。“你站在我床上，就在柜子最上面，你个子高，肯定能看到的。” Sarah 有些拘促地爬上床，找到了电饭锅，放到了客厅的茶几上。“你把电饭锅放在头顶上睡觉啊？”Sarah 打趣说。“厨房太小了，根本放不下，总比放洗手间强吧？”“哈哈，那倒是。”随着谈话的进行，气氛逐渐活络起来。小静给锅里倒上汤，插上电，没一会儿，一桌丰盛的火锅就做好了。Sarah 拿着筷子，看着电饭锅里翻滚的红油汤底，有些犹豫。小静说：“我只放了半袋底料，你尝尝，要是辣了，这有果汁呢。”说着给 Sarah 倒上。Sarah 加了一小片生菜，刚吃了一口就辣得直哈气，接着就不停地咳嗽起来。小静见状，赶紧递上饮料，可是 Sarah 越咳越厉害，脸憋得通红，眼泪也被辣出来了。小静递过去的饮料还没喝到嘴里，她就打了好大的一个喷嚏。小静急忙跟她说：“快喝饮料，喝一口就好了。” Sarah 接过杯子，猛喝了几口，终于缓过气来。“啊，天哪！” Sarah 清了清嗓子，“我刚才差点被辣死，你还说不辣？青菜是最希辣的，好吧？”小静捂嘴笑着说。这突如其来的意外，让他们两个仿佛是一起经历了一场劫难。Sarah 也变得放松了很多。饮料喝完了，小静从冰箱拿出仅剩的一听啤酒，两人一人一半，举杯庆祝新年的到来。他们聊到彼此的成长经历，时而大笑，时而伤感。小静说，过去家里人多，房子小，特别渴望能有自己的房间。第一次有一个独立的房间，就是现在的这个家。当时他都23了。Sarah 说，她倒是希望有一个大家庭，所有人都挤在一张沙发上，吃吃零食，看看电视，打打游戏，
他的人生缺少的恰恰是乱七八糟的人情味儿。Sarah 说，我其实非常感激我的养父母，他们鼓励我通过教育实现个人发展。我从小就知道，女性要首先实现经济独立，然后是精神独立。这也是为什么我选择去巴黎 HEC 深造的原因。只可惜，我最终没能和他们一起回到中国。小静安静地听着，她对 Sarah 的经历了解的越多，就越感到惭愧。当初她还以为 Sarah 的人生无忧无虑，而现在她更加理解，在 Sarah 自信光鲜的外表下，也有她的忧愁和遗憾。电视里春晚的歌舞进入高潮，新年的钟声快要敲响了。窗外响起了零星的爆竹声。酒足饭饱，小静提议，我们出去看烟火吧。他们来不及收拾，套上大衣就下了楼。楼下邻居一家正在放烟火，孩子们兴奋地围着烟花捂着耳朵，一会儿拍手叫好，一会儿吓得躲到大人身后。烟火像金色的丝带一样喷射而出，牵着红黄蓝绿紫宝石般的绚烂冲向天空。那五彩缤纷里满是人们对生活的期盼。大人们都若有所思地望着这烟火，默默地为来年祈福。四周的爆竹声越来越密集，他们知道新年的钟声马上就要敲响了。5、4、3、2、1，人们兴奋地欢呼着：“过年啦！” Sarah 和小静仿佛像两个孩子一般咧嘴笑着，烟花的光火照映在他们的脸上。是的，新的一年到来了。人生总是充满起伏，当你以为自己即将成功时，可能会陷入困境；当你认为无路可走时，又会迎来转机。正是这样的起伏波折，让我们的人生变得丰富而多彩。也许最终我们什么也带不走，但寻找自我的过程就是意义。不知从什么时候起，地面上已经覆盖了一层薄薄的白雪。萨拉兴奋地叫道：“下雪了！”她张开双臂，让雪花自由地洒落在她的脸上，露出了童真的笑容。雪越下越大，仿佛也在庆祝新年的到来，见证萨拉和小静这段意外的友谊。直到两个人的头发和睫毛都变成了白色，放烟火的人群散去，街道渐渐恢复了寂静。萨拉看了看表，此时已是凌晨1点。她略带不舍地对小静说：“时间过得真快，都快1点了，我也该回家了。今天真的太开心了，谢谢你的大餐。”小静有些腼腆地回应：“什么大餐？就是一顿简单的火锅。我也很开心，谢谢你陪我过年。”小静把萨拉送上车，两人挥手道别。小静目送着汽车渐渐远去，不敢相信今天发生的一切。压在她心头的重担似乎轻了很多。并不是说萨拉不再是他的竞争对手，而是萨拉似乎让他感到了一种熟悉的斗志和坚韧。从小到大，身边的家人和朋友似乎都在不断地告诉他别犯傻，别做梦。在家人面前，他努力克制野心，但在上海生活的时间越长，他就越来越清晰地看到另一个自己，那个家人和朋友不曾了解的小静。
而撒热的出现让他更加确信，那个掩藏在顺从温柔的背后，小静真正的底色是逆天改命的野心。一阵寒风吹来，小静从沉思中慢慢缓过神来，裹紧了大衣，蜷缩着脖子，转身往家走去。就在这时，身后传来了一个熟悉的声音：“小静！”她转过身，看到马路对面站着一个熟悉的身影。